全網唯一9宮飛星開運秘法，兩位大師齊聚我攞出嚟咗最強嘅絕招，道門一字訣。如果啱位的話咧，咁啊都可以增強呢個九紫離火運。財富在9宮裡面，怎麼樣去提升它？建議大家喺個正東位。所有嘅力量嘅話咧，就追個當運星。哇！咁咧，我係講喺2026年咧，你就財氣滿滿啦。好啦，快啲啦！係咧。大家好，我係振鴻師傅。好多朋友都想學識自己睇八字，喺流年嘅變化咧，想把握機會。咁我嘅八字學術咧，就係教你點樣將八字知識變成真正幫到自己嘅工具。為咗令到更加多朋友仔接觸到呢套方法咧，我嘅團隊專門開咗一個八字學習群啦。添加呢個 WhatsApp 同我助理講，我要入學習群咁就得㗎啦。我入咗群之後點啊？第一，大家可以免費收聽到我嘅課程㗎啦。第二就係同一大班學員咧交流八字同埋風水嘅心得。仲有第三，可以俾我嘅優秀嘅學員運用我嘅獨門嘅方法，幫大家睇下明年嘅運程同埋走勢嘅。作為2026年嘅元旦福利，係嘛？呢個運程預測，我僅限頭50位入群嘅朋友嘅啫。咁啊記緊快啲報名咯，滿額即止。呢個活動我直接持續到1月底為止嘅。想喺2026年行快一步，或者想開始學習實用嘅八字知識，就唔好錯過咁好嘅福利啦！我哋一齊交流、學習、成長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振鴻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哇，看到兩位大師又齊聚我們的頻道呢，大家就知道我們今期的內容一定很精彩了。我們的主題就是2026年的9宮飛星。那我們也提前預告一下，我們這一個系列節目會分為上下2集了。那我們的上集會講到我們的財運和事業怎麼樣去佈局，那我們的下集呢會講到我們的感情和姻緣怎麼樣去把握。大家一定要同時關注我們2位老師的頻道，八字大師振鴻，還有我們的風水說道。好，那我們話不多說，先讓我們的振鴻老師先開場講我們的9宮飛星啦。9宮飛星咁啊，梗係講個九字先啦。我哋先講九紫離火先。好。咁啊，2026年九紫咧就飛到去呢個東南位。東南位。呢個巽卦。咁啊，咁我可以同大家預告下，咁啊，而家2026年中宮係100，下年就九紫噶咯。咁啊，又好似又幾好喎。梗係啦，因為成個20年啦，九紫離火運啦，我哋要追咧追呢個狗仔，我就係一個快樂小狗，當旺啊嘛。係啊，你要開心，你要真係有所有嘅力量嘅話咧，就追個當運星。咁啊，九紫位咧啱好去到東南位，係啦，呢個下年就係去中宮啦。係啊，所以順位嘅情況之下咧，大家咧順而行，順住呢個風，就去到2027年咧就會好好多啦。係啦，那振鴻老師能不能講一下具體這個宮位的這個結合，然後我們可以擺點什麼東西？好啦，咁啊九紫離火，九運今日梗係火啦，我哋再旺多啲火。旺多啲火點樣辦法咧？咁我哋要擺一啲紅色嘅物品。如果啱位的話咧，如果佢係屋企嘅擺設啊、客廳啊，我建議擺一隻紅色嘅馬。哇！紅色嘅馬。係啊，紅馬。赤馬再火再生旺翻個九紫離火。咁你又順位再加強啲，咁啊個火更加之旺。但係有一樣要注意，如果犯太歲人士即係屬馬啊、屬鼠啊、屬牛啊、屬兔呢幾個人咧，就唔好擺呢隻馬仔啦，就擺隻紅羊，咁啊都可以增強呢個九紫離火運，令到呢個位置咧更加旺上多旺，個運勢咧更加之加強噶啦。那師兄有什麼道家的開運的？係啊，我已經位置係啊，忍唔住啦，因為我見到阿振鴻師傅咧擺咗啲咁強嘅嘢啦，我要再加持，令到佢係啦，即係接就天地之間嘅能量，因為咧呢個九位咧，其實喺道教裏邊咧都係最高嘅數啊，九五至尊咧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無論係邊一個運咧，我哋都追呢一個位嘅。咁咧呢一次嘅九宮飛星如何去佈置？我攞出嚟咗最強嘅絕招，叫做道門一字訣。道門一字訣，亦都可以叫做一粒字，係啦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好啦，快啲啦。係咧，好啦，咁啊喺呢個東南位裏邊咧，我哋最好咧就用一張紅紙，因為嗰個都係離火卦。
我哋需要用呢個紅紙去增強翻對應嘅方位嘅力量。跟住呢個紅紙上面咧寫一個字，什麼字呢？綻放嘅綻字。為什麼是綻放的綻？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火係咪激烈㗎？火焰嚟講嘅話咧，佢係明麗嘅。哇，係啊，燒起來。我哋將呢張紅紙用一支黑色嘅毛筆親自寫呢個字上去。喺內地嘅咧就寫簡體字，喺香港啊或者台灣啊或者外地係使用繁體字咧就寫翻，因為咧你當地嘅土地咧都係認翻當地嘅文字嘅。如果英文怎麼辦？冇嘅，呢個都係適合華人去用嘅，因為呢種張揚、呢種溫和、呢種明麗、呢種生發嘅意思咧，喺成個風水嘅形音字意同埋一個境界上面咧，可以調整我哋嘅心態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我都建議大家有一個做法嘅，因為喺嗰個位上面咧要靚啊嘛，咁咧你稍為有塊細細嘅鏡對住個綻放嘅綻字，用鏡子照住這個字，加強個倍數，加倍，雙倍疊加，跟住自己平時咧去照下嗰塊鏡。點解咧？因為嗰個位咧代表咗靚，代表咗能量。喺呢個位裏邊咧，你吸收咗呢個能量。吸收這個火的九子。每一日去嗰度將自己最好嘅狀態呈現出嚟。我哋講，你想輸都好難。如果咁啲女仔喺嗰個位的話咧，化妝啊咁啊靚啲啊，會唔會更加之好咧？可能桃花會爆咗，喜慶一識即係單身嘅一識就結婚。沒錯，雖然我們的情感下一節講啊，但是這裡也跟大家多透露一點點小的這個秘訣了。係。那我想問一下鄭紅老師，就是這個戰字啊，它能不能夠畫在那個羊或者馬的身上，貼在那個身上呢？可以啊，可以結合在一起。如果能夠咧寫喺隻馬度咧，更加之好。哦，直接寫在馬身上。哇，其實就真係未必要紅紙，因為嗰個馬咧已經係紅色啦。係啊，寫個讚字一定要自己親筆寫。本集嘛，我們主要講財富嘛。那我們想問一問，財富在九宮裡面，我們可以怎麼樣去提升它？先講個正財先啦，我哋88係個正財星啊嘛。800。咁啊，嚟緊2026年88飛入呢個震卦啦，震位啦，正東方㗎啦，咁啊，即係有機會啲錢咧係震上去啦，亦都有機會震翻落去。冇錯，係。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下個投資同埋自己嘅生意啦。當然如果我哋又識得去擺個風水佈局的話咧，令到震上係更加早啦。咁啊，東方屬木，係88係屬土，木會克土。如果係擺得錯咗啲咧，木克土，即係啲88財星啲錢咧就震散咗。冇錯。如果擺得啱咧，我哋擺翻通關係木會加翻火，火會增翻土，88財星咁就會增加。所以喺個震位嗰度加啲紅色嘅嘢，震紅就 OK 啦。哇，這個諧音梗太棒啦！可唔可以一個字寫個震字咧？係啊，或者寫個紅字得唔得？都 OK 嘅。好啦，咁我建議大家喺呢個正東位，屋企嘅正東位擺啲紅色嘅物品。如果喺屋企門口就係正東的話咧，擺幅紅地氈已經好好啦。我成日建議啲風水客咧，屋企個門口地氈咧要擺合適嘅當年嘅顏色，經常要換嘅，地氈好平啫嘛。如果其他啲屋企擺設的話咧，擺下啲紅色嘅植物，咁啊最簡單又可以點綴下，咁啊一定會土種，因為我哋想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個88係土啊，咁啊植物嚟嘅，會比較好嘅。好，那感謝鄭紅老師這個通關的一個用法啦。那師兄要寫什麼字啊？你又知啊？道門一字訣嚟啊！繼續啦，呢個一字訣咧，非常之建議寫一個有能量嘅字，倫敦嘅敦字。哇！發現咗咧，話呢個88財位啊，其實咧係要我哋嘅財富咧敦厚啲、敦實一點。冇錯，因為好多人咧財來財去啊，佢核心係唔係佢揾唔到錢，而係佢冇辦法聚得到財。尤其呢個88嘅財星位咧，佢五行係屬土㗎，佢一定係要厚實先得㗎。所以咧，亦都建議大家你係紅色嘅花樽，咁就直接喺花樽度寫。如果唔係話咧，喺呢個紅紙上面，用住一支黑色嘅毛筆寫一個敦字落去，係啦，有翻個神韻，跟住咧貼喺嗰度。畢竟咧嗱，木克土啊嘛，跟住我哋用個紅色嘅字咧，一嚟係吞關，二嚟咧呢個敦字咧厚重穩固誠信，敦實係啦，防禦呢個
木氣啊嚟克我哋嘅財氣，我哋夠實，我哋有呢個財富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顯得比較重啲，重冇咁輕浮。穩定嘛。係啊，輕浮嘅人咧就容易流財。對啊，咁啊，除咗寫字之外咧，因為我哋講嘅仲有行為嘅。平時你喺呢個位度咧，企一企，除咗對鞋，雙腳感受呢個大地嘅感覺，令到呢個地氣，令到呢個財氣通晒你全身。哇！咁咧，我同你講喺2026年咧，你就財氣滿滿啦。哦，還要吸收大自然的一個能量。喂，那我突然想到，鄭紅老師有沒有類似的這種一個實操的一個技巧？除了我們在正位放一些東西以外，你有沒有一些自己會去實踐的一些方法？有啊，因為始終而家好多人都在家工作啊。係啊，如果在家工作喺翻個正東位呢個白財星的話咧，咁能夠可以將自己嘅工作咧更加敦實啦。更加穩固啊 ，OK，咁啊令到你工作啊運啊事運啊財運啊都可以得以增加，所以大家有啲咩決策啊、決定啊、工作啊，在家工作咧留翻喺呢個正東位，咁個事運咧會更加之上升。哇，感謝鄭紅老師這麼實在的建議我，因為是正財嘛，師兄講我們要穩定，那鄭紅老師講我們在正財位工作可能會更好，但是我相信接下來大家可能都想知道，人無偏財不富，馬無夜草不肥，那我們怎麼樣賺大錢呢？就是我們的偏財位，鄭紅老師。偏財位2026年個飛星去到正北位，正北，正北位噶嘛，直奔五行屬水啦。我建議大家喺個正北位咧擺嗰個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咧係一個木架，咁啊個木架裏邊咧係由大自細向上嘅，你諗下啲財運開始步步高升啊！步步高升，上邊再擺個元寶，哇！一路上升嘅財富增加，你話個偏財運幾好咧？而且下年嘅正北位咧係北係水主資，對於一啲投資同埋投機嘅人咧，最緊要要水靈活咁樣啊，好似智慧咁高超，而佢個財運去到步步高升咧，一路咁樣增加，你話個財運幾好咧？那我想問一下，就是這個步步高升的這個擺件，它有沒有顏色啊、材質啊、形狀的一個要求？都係一個木架嚟嘅，因為小啱佢個木架嚟嘅，咁啊一路由大至細咁啊向上邊再加啲元寶啦。如果係收到呢個老闆嘅利是啊，或者一啲上司嘅利是的話咧，擺喺個步步高升木架上邊咧，擺足全年嚇，咁啊對於升職加薪咧都有幫助嘅。哦，有個旺財的一個方法。係啊，升職加薪，利用老闆或者說一些有錢人祝福的能量去加持。有錢人嘅旺氣啊，係。那師兄呢？從道家的這個道門一字訣又要嚟啦。開始寫什麼字？嗱，一次咧，我先唔同大家講寫乜嘢字，最重要咧，先係同你講用乜嘢顏色嘅紙嚟寫。好，可以係黃色，可以係金色，但係唔可以係用紅色。不能用紅色，因為水火交冇錯，北位屬水啊嘛。係啦，所以咧個紙嘅顏色你寫啱佢先啊，跟住咧呢個字犀利啦，斂，斂。收斂嘅斂，斂財的斂，係斂財嘅斂。財嘅斂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個偏財啊，佢代表咗武曲啊嘛。其實咧，佢發散能力好大㗎。偏財係一種唔穩定嘅財嚟㗎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唔穩定嘅財可以收為俾我自己所用咧？咁啊，我哋用呢個斂字。斂字。你亦都可以當係斂財。因為咧。偏財好多人都貪嘅，係啊，係貪婪嘅財，係眾人之財，係唔穩定嘅財源。咁我哋但係呢樣財咧嚟得快，去得又快。散得快。係啦，我哋個斂字咧，亦都好似個金字咁樣嘅。右手邊係一個文字嚟㗎嘛。對。個文字係運用我哋嘅智慧，同翻我哋呢個北位水嘅智慧一樣，用我哋嘅智慧就係將呢啲錢收喺度。速則養，散則亡，呢個係一個道家嘅智慧。那也可以結合到鄭紅老師講的那個步步高升，我也放在那個最高的地方。係咯，把斂字放在將呢個字就貼喺佢個步步高升嗰度，貼在最高的位置，貼咗最高位置，或者寫喺上邊得唔得咧？咁你要前提一定要係金色咯。哦，金色啦，不如喺個步步高升架上面用啲金色嘅筆嘅顏色寫落去啦。咁就1+1大於2啦，大於2啦。所以，那師兄剛才講的這個斂字啊。我們除了寫這個字以外，還有什麼要實操的？好重要嘅就係平時喺呢一度呼吸。呢個呼吸嘅方法係點咧？係原先咧，我哋嘅呼吸咧，可能係大呼大吸嘅。我哋喺呢個位咧，就
將我哋嘅呼吸收細，直至你可能感覺到自己好似唔需要用力，都可以好安靜咁喺呢度呼吸。咁咧你就將你自己耗出去嘅神收翻回嚟，咁我就養翻個心神。咁喺呢個偏財位去收喎，咁亦即係你嘅能量能夠積聚啦，咁你個偏財咪留得低咯。哦，這也是一個靜聽的方法，因為靜下來才會有智慧嘛。係。那這裡呢，我也提醒大家，在大陸的寫簡體字啦，在外面的寫繁體字啦，香港、台灣地區，那鄭弘老師有沒有一些這種我們可以實踐的方法，也跟大家分享？你平時自己會怎麼做？我建議咧投資咧，有人炒股票啦，好多人都中意炒股票啦，就係賺啲外快啦。又或者去到買六合彩嗰陣時咧，去到買咗啲彩票啦，咁去到呢個正北位，我哋擺咗步步高升啦，步步高升啊上邊擺翻啲元寶啊或者利是啊，利是同埋錢咧都係一啲金啊嘛，咁係咪六合彩嗰張票咧擺喺度？叻啦！我哋買咗六合彩，哇！有時金多寶嗰陣時，咁多寶喎，幾千萬嘅咧，就我將個步步高升嘅架上面擺喺上邊，再將個元寶再擲住嗰啲彩票。哇！咁我哋就係 buff 疊加的 buff。係啦，大家都建議試下。我啱先一個靈感啊，即係我天上嘅靈啊話。我突然告訴你，一閃 OK 嘅呢個先，係啊。但係咧，你平時做多啲好事，有呢個福報咧，你就可以受得到噶啦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那剛才我們講過了正財啦、偏財啦，接下來到了事業啦。那事業方面，鄭弘老師這個方位。嗱，事業方面咧，大家都希望升職加薪啦。就算唔想升職加薪，想平平穩穩的話咧，一定係要有文昌位。文昌位文昌位2026年咧去咗呢個東北位。東北東北位咧五行咧就近位啦。近位裏邊咧，我哋擺4支水種嘅富貴竹。哦，4支富貴竹，4支喎，因為事關文昌水魚係4支，咁我哋加啲水種植物，再加啲白色嘅石春，咁就會金，白色石春屬金啊嘛。金就生水，水又生翻嗰啲富貴竹啲木，咁令到事業啊、文昌啊升職加薪就會可以就機會大好多。如果唔係機會大好多的話咧，平平穩穩都係好，一個保住份工作都係好嘅。喂，鄭弘老師，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，我如果擺這個富貴竹，假如說我是廚房或者說是洗手間，那我應該放在哪些地方比較好？廚房都有個窗台仔嘅，咁窗台仔咧，而家啲富貴竹咧唔一定好長啊，有啲短短嘅細枝嘅，小一點。係啊，咁你最多買個細啲嘅花瓶，下底加一浸嘅白色石春，4支短嘅嗰個富貴竹啦。如果個洗手間咧都係啊，咁擺啲細啲嘅盆栽咁啊。如果唔係富貴竹嘅，咁洗手間就擺啲白色石春，就擺啲黃金葛。黃金葛咁都係水種植物噶嘛，一來二養啦，而且亦都係可以點綴嗰個洗手間又美觀靚啲嘅。沒錯。好，那師兄到家我們開始寫什麼字啦？依然係唔話俾你知寫咩字先。因為咧呢個係文昌位，呢個文昌位咧呢張紙就有講究啦。建議大家揾一張長方形嘅白紙，尤其咧長方形咧喺我哋五行裏邊咧，佢係屬木嘅。咁對應翻水生木啦，圈子咧本嚟都係屬木嘅，所以就唔需要揾特別嘅顏色啦。咁咧喺呢一個位咧，我哋要寫呢個詞咧叫做疏。疏通的疏。疏係啊，因為喺呢個地方，我哋需要去整理我哋自己嘅思想，我哋需要去令到我哋自己嘅邏輯能力啊、學習能力啊、表達能力啊更加強。咁你一定要通。你有冇發現咧？呢個疏通呢個疏咧，又有啲似富貴竹啊，好多條喺度啊。疏啊嘛，一條一條嘅。係啊，筆畫，這個筆畫。係啊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強嘅木氣。咁我哋如果你話擺咗呢個富貴竹啦，咁呢個花樽上面又係冇字嘅，咁本嚟呢個樽咧又係白色嘅，咁我其實咧直接寫喺上面。喺呢個樽裏邊咧，係啦，就喺度寫個疏字。呢個道門一字訣咧，就可以令到我哋譬如話小朋友讀書啦，咁佢個呢個邏輯能力更加強啦，分析能力更加好啦，咁佢考試運啦、讀書運就更加好啦。平時我哋可以從事文職工作嘅人咧，都要好強嘅一個思維。係啊，咁喺呢度咧，一疏通，任何嘅靈感咪都嚟到咯。即係好似嗰個艮卦咁啊，有嘢罩住你噶嘛。係啦，跟住咧，我哋要將艮卦呢度咧疏通咗佢，搣咗佢，跟住咧就可以通神啦。OK，那鄭弘老師，你有沒有一些實操的方法？就是我能在這個東北方
这个文昌位，我做些什麼事情？如果讀書嘅咧，小朋友咧最好就喺個東北位啊，即係寫字台啦，咁啊能夠呢個有個文昌位啦，同埋水中富貴竹啦，令到學業咧個成績都會比較好好多。而且水中富貴竹水係代表智慧，水住字啊嘛，咁啊所以個小朋友喺呢啲位去讀書寫字比較好啲啊。如果係工作嘅打工仔的話咧，喺呢度咧係對於文書啊、用電腦啊、做公司嘅文件啊各方面咧就會好靈活性。同埋係會靈感高好多啊！靈感高到好似大星所講個疏通啊，就有諗到好多方法啊，好多建議啊，就喺呢個東北位裏邊咧就通靈咗好多啦。好，最後我補充下咧，嗰個毛筆咧其實就係要用黑色嘅，因為黑色咧屬水，水主智慧。就是用黑色的毛筆來寫這個數字。好，那講到了這個事業的這個文昌位啦，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，就是我們希望在事業上面不要遇到太多的小人和阻礙。那麼我們今年的這個是非位啦，它是在哪裡呢？曾老師？是非位喺個西位。西邊係正西位，我哋有個三碧啊，三碧六全咧，五行咧屬木嘅，咁啊所以變咗是非少人咧就會比較上麻煩啦，多嘢講啦，投訴事件啊，咁啊我都好嘅，因為事關我哋正西位咧都係屬金嘅，屬金嘅，所以變得咧如果金嘅五行咧都克制住呢個三碧是非位嘅，所以變咗下年咧就嗰個犯小人嘅生肖啦，頭先我4個生肖啦，屬馬、屬鼠、屬牛、屬兔啦，咁人者咧就比較嚴重啲啦，我建議。呢啲犯太歲嘅生肖嘅人咧，喺個正西位擺把鐵嘅間尺。鐵嘅間尺咧，因為屬金啊嘛，金就會克住個木啊嘛，克住呢個是非星啊，咁啊，所以變咗下年啊鎮住個小人，喂睇住嚇，唔好亂嚟噶嘛，間尺有即係有規有矩啊嘛。我相信大師兄會體會了，他小時候經常被啪啦，打手了，好硬嘅，剪紙打手了。哦 ，OK， 那師兄這邊有什麼？道家的道門一字訣係啦，先不說是嗎？一個咧嗱，同你講，其實就唔係話寫咩字之前咧用乜嘢紙係好講究嘅，但係用一張圓形嘅紙。哦，圓形嘅紙。係啦，因為圓形屬金啊。係啦，我哋加強咗呢個金氣之後咧，其實就直接克制咗呢個叫做木星嘅呢個影響啦。跟住我哋喺呢一度咧寫一個字叫做寧靜致遠嘅寧字，寧字係啦，因為呢個宮位嚟講嘅話咧，會令到即係成個人啊好暴躁啦，好成日有啲即係有小人想害我嘅感覺啦。咁我哋冇呢個強力嘅約束力去約束呢個木氣嘅揮發嘅話咧，心神不寧。其實咧講真啦，點解你會感覺到有咁多嘅小人咧？事實上你自己其實真係做咗一啲影響咗大家嘅事情。師兄，我突然有一個想法，如果在這個正西位啊，我怎麼樣配合這個風水一起來？我是不是要念一下清靜經呢？安寧嘛。有3本經我都推薦俾大家嘅嚇。第一個係清靜經，第二個係心經，係啊，第3個唔係經，可以聽下金剛神咒。金剛神咒啊，護持一下自己啦。冇錯。好，那鄭紅老師呢，在這個三碧這個是非位，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？喺呢個位咧，有啲金屬物品啊，有啲靈星啊，甚至乎有一啲金器啊，都會令到呢個三碧是非星咧鎮壓住嘅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個位置裏邊，如果係梳化位置咧，可以買啲金色嘅cushion。金色嘅cushion，咁啊，正如我坐咗個梳化，又係是非位喎，成日同老婆拗交啊，是非啊，不和啊，公司咧有啲小人啊，咁啊就喺個梳化位置買啲金色嘅cushion，咁就可以鎮壓呢個是非星。要不換一個金色的沙發？金色的沙發體量會更大嘛？哇！剛聽完兩位師傅的分享呢，我覺得真的是全網唯一，就是全球獨家，首次公開的我們的9宮飛星開運秘法。所以我相信大家本期節目一定會收穫了很多的這個秘籍了。但是我們也希望提醒一下大家，我們還有下一集關於情感啦，關於我們的愛情啦，關於我們的兩性關係啦，怎麼樣去和諧的去調理。那麼我還要再強調一下，每位師傅都有自己的頻道，鄭紅師傅有這個八字大叔鄭紅，然後我們的風水師兄有風水說道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自己更好、更專注的一些這個問題的話呢，也可以聯繫兩位師傅的 WhatsApp。
然后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助理啦去跟大家去回复、去解答。好，如果大家想更加了解下半集的我们的9宫飞星的开运秘法呢，也要持续关注我们2位老师的频道。我们本集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下集节目再见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